你知道吗？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鲨鱼效应。它的意思是，如果一条鲨鱼被放进一个小小的鱼缸，它可能永远长不大，顶多1米，可一旦把它放回大海，它就能长到3米甚至更长。很多人一听就会忍不住代入自己，是不是我之所以混不出来，就是因为被困在鱼缸里了？这其实说对了一半。环境确实会限制你，但更可怕的不是鱼缸，而是你盯着鱼缸发呆，焦虑到忘了自己本质上是一条鲨鱼。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因为劣势而焦虑，他们知道自己生来注定要靠牙齿和耐力闯世界，而不是抱怨鱼缸太小。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战后的日本。那时候日本几乎一穷二白，资源全靠进口，石油、铁矿严重匮乏。按理说，这种劣势应该让他们永远被困在低端产业里，但偏偏日本人硬是把这种困境当成了训练场。他们没有大规模的资源，只能逼着自己把制造业做到极致。丰田搞出精益生产，把少儿精发挥到极限；索尼靠着随身听打入全球市场，把日本品牌送进了美国人的客厅。试想，如果日本当时像沙特那样满地石油，他们还会不会逼自己走上精细制造这条路？很难说。这就是劣势的另一面，它既是你的桎梏，也是你的门票。只要你不陷在焦虑里，反而能把它当作起跳的支点。可问题是，大多数人一旦发现自己条件差，第一反应就是焦虑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时刻？看别人家庭好，人脉多，资源强，自己立刻自卑，觉得拼不过。其实这跟哈佛大学的一项实验很像。他们在考试前把学生分成2组，一组被告知紧张会影响发挥，另一组被告知紧张是身体在帮助你集中注意力。结果很讽刺，被当成坏事的那组成绩果然更差，而觉得紧张有帮助的那组反而整体成绩高了10%。同样的紧张，不同的解读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对劣势的反应也是如此。焦虑的人会被困在短视陷阱里，只想着怎么补漏洞，怎么立刻缓解不安。但那些真正厉害的人会把劣势当作信号，提醒自己换一种打法。你看 Netflix 就是这样。最初它只是一个邮寄 DVD 的公司，可很快就发现 DVD 市场在下滑。换成别人可能会慌得要命，焦虑到拼命削价，拼命补漏洞。但 Netflix 没有，他转头投入流媒体，后来又拍原创剧集。纸牌屋一上线，整个娱乐业的格局都被改变。今天 Netflix 拥有超过 2.6 亿用户，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美元。说白了，如果当年他没有遇到 DVD 市场的困境，他也不会那么快逼自己转型。这让我想起一个道理，困境其实就是上天送给你的训练场。你能不能在里面磨出耐心、认知和转折力，才是决定未来的关键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后来跑得最远的人，往往一开始都不被看好，因为劣势反而逼出了他们的另一种生存方式。星巴克就是一个好例子。很多人以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卖咖啡的，其实不然。星巴克最早只是卖咖啡豆和机器的小公司，和今天的巨头完全搭不上边。真正的转折点是霍华德·舒尔茨去意大利，看见米兰街头的咖啡馆。他发现人们不是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，而是把咖啡馆当成生活的第三空间，一种社交的场所。他回来后，硬是把这种文化嫁接到美国。你想想，美国人当时喝咖啡习惯的是速溶，谁会去咖啡馆花钱坐着？这明明是市场的劣势，但星巴克偏偏把它变成突破口。结果就是，星巴克从卖豆子的小店变成了卖文化的巨头。到2024年，他已经开了 3.8 万多家门店，平均15小时就开一家。你说，这要是当年市场条件太顺，
舒尔茨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切入。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心理陷阱，大多数人一遇到劣势就先否定自己，看到别人条件好，第一反应就是我完了。可很少有人会问，这是不是恰恰是机会？因为所有人都盯着顺的地方，反而会忽略那些不顺的角落。你能不能在不顺里活下来，往往才是决定性的。诺基亚的故事正好反过来。2007年 iPhone 出来时，诺基亚的市场份额还在 40% 以上，优势大到不可一世。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焦虑。看苹果触屏厉害，他们就拼命在功能机上加摄像头、加电池、加外壳。结果呢？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智能机市场已经被苹果和安卓瓜分。诺基亚倒下，并不是因为资源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优势困住了。这就是所谓的短视陷阱。你越焦虑，越容易盯着眼前的问题补漏洞，而不是拉长时间去开新局。可真正厉害的人，往往能把劣势当作一面镜子，提醒自己是不是该换个角度了。你看印度的 IT 行业也是这样。80、90年代，印度什么都缺，基础设施差，经济落后，人口又多，工资又低。别人觉得这是劣势，印度人却利用这个条件，把软件外包做到极致。几十年下来，印度的 IT 服务业产值超过2000亿美元，塔塔咨询、印福瑟斯成了全球巨头。换句话说，当年的劣势就是他们进入全球市场的门票。这其实也能套到我们个人身上。你以为的短板，可能就是你的独门武器。比如会计出身的人，可能看似死板，但一旦做投资，就能比别人更快看懂财报里的漏洞。出身农村的人可能没资源，但一旦做下沉市场的生意，他的理解力比城里人更真实。问题只在于，你是不是一直用焦虑的眼光盯着劣势，而不是把它当成跳板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很妙的比喻，劣势就像一块磨刀石，你要么嫌它个手，整天抱怨，要么拿它磨自己，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正是让你锋利的原因。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冷门的武器不是速度，而是耐心。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，研究人员给孩子一颗棉花糖，说如果能忍住15分钟不吃，就能再得到1颗。多年后追踪发现，那些能忍住的孩子，学业和职业成就普遍更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学会了耐心换未来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和劣势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太大了。劣势就是命运递给你的一颗棉花糖。很多人一看自己条件不好，就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找捷径，结果反而掉进陷阱。真正厉害的人会熬，能等。他们知道，时间本身就是最公平的武器。特斯拉就是这样。马斯克最初几乎被全世界嘲笑，电动车市场太小，成本太高，技术太难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特斯拉差点破产，很多投资人撤资。可马斯克硬是咬牙坚持10几年，把电池成本一分一分往下压，把超级工厂一座一座建起来。今天，特斯拉市值一度突破1万亿美元，卖出超过500万辆电动车。回头看，曾经的劣势，不过是考验他们能不能熬。再说认知差，这可能是最被低估的优势。亚马逊刚起家时，只是一个卖书的网站。论资源，它远不如沃尔玛。沃尔玛门店遍布全美，供应链强到离谱。换作一般创业者，可能只想着怎么在卖书上和沃尔玛竞争。
可贝索斯的认知完全不同，他看见的不是卖书，而是无限货架。在他眼里，互联网零售的本质是没有边界的商品库。于是，从第一天起，亚马逊的系统就为未来卖任何东西做好了准备。这就是认知差。别人看见的是眼前的市场，他看见的是背后的逻辑。结果大家都以为亚马逊的劣势是规模小，实际上这才是它最大的优势，没有包袱，可以直接往未来跑。生活里其实也有这种例子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同事，硬技能不如别人，但总能发现机会？他们不是聪明，而是认知不同。他们不跟别人拼同一条路，而是走侧道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大学毕业进了一家小公司，工资低，没什么资源。他一开始也很焦虑，觉得和同龄人在大厂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可他换了个角度，既然公司小，那就多学点。别人只做一个岗位，他一个人扛3、4个岗位。几年后，他的经验宽度比同龄人大厂员工还丰富。等到跳槽，他直接进了管理层。要是他当年一直焦虑公司小，估计早就熬不住离开了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劣势不是伤疤，而是印记，它证明你比别人更经得起风浪。但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没熬到那一步，就已经被自己的焦虑耗光了。你会发现，这个社会上很多失败，并不是输在条件，而是输在心态。看别人起点高就自卑，看自己慢半拍就慌张。可你忘了，鲨鱼即使在鱼缸里，也依旧是鲨鱼。鱼缸只能限制它的空间，却改变不了它的牙齿。真正厉害的人为什么不焦虑？因为他们知道，焦虑不会让鱼缸变大，只会让自己忘了本能。最讽刺的地方在于，很多时候让人掉队的不是劣势，而是优势。柯达就是最经典的例子。上世纪它几乎是影像的代名词，全球70%的胶卷市场都在它手里。按理说，这么大的优势应该稳如泰山吧？可偏偏就是这个优势，让他们选择了躺平。数码相机的技术其实最早是柯达自己发明的，但管理层觉得会影响胶卷生意，硬是把它压下去。结果数码浪潮汹涌而来，佳能、尼康趁机崛起，柯达反而倒在了自己最辉煌的地方。反过来看看华为，被卡脖子、被制裁、被限制出口，几乎全世界都在说它完了。芯片、操作系统、5G， 哪一样不是生死局？可就是这种劣势，逼着华为加倍投入研发。2023年 Mate 60上市，自研的麒麟芯片一出现，整个市场都炸了。你会发现，柯达死在优势，华为活在劣势。这其实是个很深的规律，优势让人沉迷，劣势逼人清醒。国家的崛起也绕不过这个逻辑。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因为它资源最多，而是因为它的资源有限，煤炭和铁矿并没有想象中丰富，所以他们才必须追求效率，机械化反而更早一步。美国的后来居上，同样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工业强，而是因为土地大，劳动力少，这个劣势倒逼他们发展机械化农业、流水线工业。再到今天，中国在半导体、清洁能源这些领域，正是因为被卡脖子，才加快了自主研发。你会发现，困境反而是最强的驱动力。放到个人身上一样成立。我认识一个设计师朋友，起点不高，学历普通，作品也一般。他进公司时和同事比，几乎没什么优势，自己一度很焦虑。但后来他发现，团队里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些看起来琐碎的沟通工作，比如和产品经理确认需求，和客户解释设计逻辑。于是他主动承担，结果几年下来，他的角色从设计师变成了桥梁。虽然硬实力不是最顶尖，但团队离不开他。最后升职加薪，落到的却是他头上。他自己笑着说，我没有比别人更强的技能，但我的劣势逼我长出了别人不愿长的能力。
你会发现，这和国家、公司没什么两样。劣势是枷锁，但也可能是钥匙。看你是用它锁死自己，还是用它打开另一扇门。投资世界里同样如此。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运通因为色拉油丑闻股价暴跌，大家都觉得它要完蛋。可巴菲特看得更长远，丑闻只是短期事件，美国人依旧会用信用卡。于是他重仓买入，几年后翻了几倍。别人看到的是劣势，他看到的是机会。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从不焦虑自身的劣势，不是因为他们心大，而是他们懂一个道理：焦虑改变不了任何客观条件，只会让你掉进短视。与其自我折磨，不如把眼光放远。生活中很多人总觉得起点太低，什么都不敢尝试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正是因为起点低，你才没那么多包袱。你或许没法立刻走捷径，但你也不会一夜爆仓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逆境商数，意思是你在困境里能不能扛住。研究发现，能把逆境当试炼的人，更容易在长期里获得幸福感。到头来，人活的不是起点，而是转折点。所以，请你记住，劣势不是命运的枷锁，而是命运送给你的磨刀石。你敢不焦虑，它就会把你磨成别人无法替代的利刃。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不同的鱼缸里待过。小时候是成绩的鱼缸，长大后是工作的鱼缸，再后来是财富、家庭、身份的鱼缸。每一个鱼缸都有边界，让你觉得伸不开手脚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埋怨鱼缸太小，却忘了真正的关键不是鱼缸，而是你有没有在里面保持鲨鱼的心。鲨鱼的本能是不断游动，不断捕猎。鱼缸可能让它暂时停下，但它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属于大海。同样的，劣势可能让你慢一些，甚至一度被困住，但只要你还保持鲨鱼的心，机会一来，你照样能撕开局面。你回头看，历史上所有的转折点几乎都和困境有关。日本在资源的贫瘠里练出制造业，印度在低工资里磨出 IT 巨头，中国在被卡脖子的压力里逼出科技自立。公司里 Netflix、亚马逊、特斯拉，哪一个不是在劣势里逼出来的？甚至个人，那个最不起眼的小职员，那个最普通的创业者，也常常在困境里练出了别人没有的韧性。所以劣势本身不是问题，焦虑才是问题。焦虑让你眼里只有眼前，慌乱地补漏洞，却忘了长远的路。真正厉害的人从不焦虑自身的劣势，他们做的只是3件事：第一，拉长时间敢熬；第二，换角度看认知差；第三，磨自己，把劣势当磨刀石。这3件事看起来很简单，但足够撑起一生的格局。我想用一个画面来结尾。想象一条被困在鱼缸里的鲨鱼，它可能短时间只能在方寸之间转圈，但它依旧在游，它依旧锋利。等有一天鱼缸裂开，它冲进大海的那一刻，你会发现它从来没忘记自己是谁。所以啊，请你记住这句话：劣势不是你的监狱，而是命运在暗中为你打磨的钥匙。当你不再焦虑，你就已经开始赢了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